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贵州梅潭县，看我身后那里啊，那个山上有一个巨大的茶壶，这是什么建筑呢？奇奇怪怪建筑啊，它是天下第一壶，世界吉尼斯纪录啊。那个茶壶一共高是10层楼，就在那个山顶上啊。因为梅潭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贵州的茶叶产区，所以它这里搞一个茶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今天带大家到那个茶壶上看一看，走。哇，这个茶壶的造型确实是太独特了，很吸引眼球。它本身就挺巨大的，它又建在一个山头上，这样就显得更大了，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。而且它这独特的造型啊，确实是太抓人眼球了。这个茶壶它多高呢？它有48.2米高，它下面这个基座啊就有25米呢，加起来一共是73米。真是太高了。我们看这个大茶壶的壶身上有很多的窗户，这里面是一个茶道文化的博物馆，可以进去的。然后这个茶盖上我们看有一圈围栏，那个地方是可以观光的，站在这个围栏边上就可以俯瞰整个梅潭市的景色，那里风景很不错呀。这个大茶壶是谁设计呢？真是太有才了。现在咱们就上去看一看。现在到了茶壶的侧后方了，这里有一个观光电梯，直接坐电梯就上到山顶了。这个茶壶被誉为天下第一壶，它这个景区是不要门票的，但是坐这个观光电梯要10块钱，然后如果你要进那个茶壶里面也要另外收费。然后这里它还有一个山上的过山车吧，这算是丛林飞车，这也是另外收费的，但是爬这个山是不要钱的。现在我去坐电梯，它这里面还有个酒店呢，很不错呀，可以看到山上很多茶园。然后要换另一个电梯了。哇塞，下面全都是这样的玻璃栈道，有点害怕呀，我有点恐高。走吧。哇，从这里转过来就能看到那个大茶壶了。这里面是一个茶道博物馆，我进去看看啊，看多少钱呢？从这里爬上来了，哇塞，到了茶壶底下了。这个茶壶70多米高呢，太巨大了。这上面是一个观景平台啊，然后可以坐着喝茶。入口在哪里呢？转一圈看看风景吧。这个地方登高望远啊，看风景非常不错。哇塞，整个梅潭县城风光尽收眼底，一条河流穿城而过。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呢？我还不知道。远处那山头上全都是茶园，这里就是天下第一壶的正面了。再看看这边的风景啊，这是一个市中心的制高点。哇，我喜欢这种登高望远的感觉，视野很辽阔。看那个山上一层一层的茶园，以前我不知道贵州这里也有茶园啊。哇，现在站到它的正面了，那里还有好多蜘蛛人在清洗茶壶呢。从这里就可以进，它是一个中华茶道馆，展示这个茶文化的。这边是茶壶，这边是一个茶杯，世界上最大的茶壶样的这个楼房。这个茶壶确实是太大了，想和它来张合影都照不进去。我这都已经开了广角了，都照不进去。它一共是10层呢，这里面呢主要是一些茶文化的展览，博物馆嘛，进去的话是48块钱啊。我就不进去这里了，我去旁边的那个过山车玩一下，过山车只需要20。哦，这个山顶有这个高空过山车呢，哇，从这山顶坐车滑下去，而且它还有这个高空漂流，玻璃栈道的漂流。以前我坐过这个漂流，这次我想体验一下这个过山车啊，好刺激的感觉。现在我要坐这个高空过山车下山啊，就在这个大茶壶的下面。
这是天下第一湖，最大的茶壶。安全带，一个人一个车啊，我还没有坐过这种，这下面是空的。全长多少米，师傅？1公里左右吧。啊。滑完了，滑得快的话3、5分钟，滑慢一点10分钟啊，挺好玩。北海银滩，今天是我们来北海第2天，来这个北海银滩转一下，那边就是大海了啊，然后从这里进去，走吧。北海银滩挺有名的，这个银滩是免费的，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这里是天下第一滩的这个大石头。在这儿拍个照啊，走去海边上逛吧。这个是杨尚昆题的字啊。海边游客不多啊，特别晒，今天天气很好。现在正在改造呢，有推土机在里面，还没有改造好呢。你看这边都围起来，我那年来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。去沙滩上走一走，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大太阳，晒得还有点热呢。我们昨天来的是阴天，今天是晴天，真好。沙子很软啊，然后你看一下它这沙子，为啥叫银滩了？就是因为它这沙子特别的细，滑扭扭的就啊，摸起来特别的软。很细腻是吧？踩上来就跟踩在地毯上一样，软乎乎的。这一片早上涨潮的时候，海水都漫过来了，现在还是湿的呢。哇，我们终于到海边了，海边有那个游艇可以去坐。这边海上没什么人啊，要不要脱了鞋在这沙滩上走一走呀？啊，这海边风比较大，也不冷吧？温度怎么样？你觉得？挺好啊。我脱了鞋子在这沙滩上走一下。夏天来的话，可以穿那个洞洞鞋。别把袜子湿了啊！走。我妈也脱了鞋了，妈扭过来，脚凉不凉？稍微有点凉。这海水还是有点凉的，不过这个光脚踩在这沙滩上特别舒服，就像踩在地毯上一样，软乎乎的。是的。走吧。哦，海水凉啊！把胳膊伸起来嘛，对，来，往前走，别停下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人群里藏着一扇门，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。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，常让我往远方出神。在这个地方拍张照，这是另一个出口。后面这个雕塑，它是北海的海女这个形象，就是海女出去采珍珠，北海的珍珠很有名嘛。
走吧，我们在这里玩了2个小时了，现在出去，离这里不远有一个疍家小镇，找一下那边的住宿去，那边有很多包吃住公寓的。妈，感觉怎么样？在这北海银滩玩的？挺好的。我妈一直在拍照。但今天的天气也很好啊，蓝天白云，而且今天是大太阳，晒得很舒服。妈，你有多久没来这个海边了？哎呀，1年多了。好几年了。1年多，前年你去过？去的海南嘛。啊，对，前年我们去的海南，1年多没到海边了。来了海边就是心情也会开阔一点。在这边买个椰子喝。哇，他们这个这样砍椰子的啊？砍了10几年了。哦，要2个。你来两个，10块钱一个。这椰子挺大的。好2个。这么大，这么好老。哇，这大砍刀啊！啊，这个是扎孔的啊，扎，然后放个管进去就可以喝了。这一小车，哎呀，一人抱一个椰子喝啊！这路边就是椰子树，喝吧，纯天然无污染的啊！一人抱一个大个的。灰树叶飘转在池塘，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，光阴的长廊，脚步声叫嚷，灯一亮，无人的空荡，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的飞驰中旋转，已不见了吗？远光中走来，你一身晴朗，身旁那么多。我现在山东济南，济南有3大名胜：大明湖、趵突泉、千佛山，这就是著名的趵突泉了，也被叫做天下第一泉。进去看看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。门票20块钱，已经买好了，从这里进去啊。济南的泉水非常有名，济南又被称作泉城，有72名泉的说法，其中趵突泉就是排名第1的，第2是黑虎泉，然后还有百脉泉、珍珠泉。因为济南的泉水非常多，所以来的济南有一种到江南水乡的感觉啊。但这是北方城市，这里就是著名的趵突泉了，这里游客也是最多的，四周围全都是游客。看看这个著名的趵突泉啊，那边写的天下第一泉，这边写的趵突泉，这个是观澜阁。毛主席来的时候就在观澜阁那边看着泉水，这有3个泉眼啊，不断的往上翻，这个就是趵突泉，就是这么大一片池子啊。它为什么叫趵突泉？趵突的意思就是跳跃、奔突的意思，形容这个泉水喷涌不止。现在我们看这个泉水涌起来高度不高啊，就像水烧开了一样，不停的翻浪花。在元代的时候，它涌起来很高，有1米多高。看后面观澜亭上面有一副对联，那个是元代诗人写的诗，写的3尺不消平地雪，4时长吼半空雷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雪白的泉水啊，喷起来3尺高，3尺就是1米左右。4时长吼半空雷，就是喷起来的这个泉水就像打雷一样，特别的响，那声音很大，就咕嘟咕嘟往上翻那个声音。通过元代诗人写的诗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趵突泉在元代那时候喷得非常高。那边还有一个对联，写的云雾润真画不住，波涛深震大明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画就是济南这边有个小山叫华山，云雾润真的意思就是说这边冬天它不是结冰了吗？但是这个泉水是常年18度的，它喷涌出来以后，那个水蒸气弥漫在这个冰面上，连那个华山都挡住了。波涛深震大明湖，就是它这个形容水深啊非常的大，
在大明湖的时候都能听到它这个波涛翻滚的声音。现在趵突泉的泉水已经比古代小了很多了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济南迟迟不建地铁。最近这2年建好地铁呢，也是远离这个泉水，建在那个郊区啊很远的地方，就是要保护这个地下泉水啊。如果哪一天济南没有泉水了，那这个城市也就失去灵魂了。所以要保护好这些泉水啊。再说一下，它为什么被称作天下第一泉，是因为当时乾隆皇帝来了以后啊，乾隆本来是带着北京玉泉山的水的，他来这里尝了趵突泉的泉水，他就说这个泉水比玉泉山的水要好喝，真是天下第一泉啊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你看这里有一个碑，这个是康熙先来的，康熙来了以后写了激湍2个字，形容这个泉水很激流很湍急。后来乾隆来了，在他这个碑的后面也写了一首诗。乾隆是来了2次，第2次来的时候，山东这边是大旱，乾隆就带领这边的文武百官和百姓祈雨，果然呢，这个有求必应，下了3天3夜的大雨啊，这个趵突泉就重新喷涌了。这后面记的就是这件事。以上这就是趵突泉的故事啊，到这里一定要合张影啊，再去别的地方转一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到陕西了，今天要去爬华山。看身后这个就是华山了啊，直上直下的，确实非常高。著名的西岳华山，自古华山一条路啊，爬华山是很难的。但是现在有索道了嘛，咱们直接坐索道上去。这个是北峰索道。今天是1月2号啊，刚过完元旦，属于免门票期间啊，淡季游华山非常的划算。然后这个索道票45块钱单程。华山地图，我从北峰这里坐索道上去啊，然后再去东峰、中峰、西峰、南峰这些地方转。然后西峰那里也有一条索道呢，它俩的区别呀，就是西峰坐上去啊，直接就到了最高峰了，然后一路下坡。如果从北峰坐上去的话，就是还需要再爬很多台阶的。但是北峰索道要便宜点啊，西峰索道比较贵。我从北峰上，坐索道了。哎呀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淡季期间人非常少。这索道建得非常的高，然后看这里有一个瀑布也被冻住了，这个叫冰瀑。哇，可见这里晚上的那个温度有多冷啊。然后大家看，这下面是有一条登山路的，这叫智取华山路。当年解放军解放这里的时候，就是走的这条路。华山是以险著称的啊，你看这个山都是直上直下的，雄伟壮观呀。怎么样？一下索道就到北峰了啊，北峰的山顶，这里海拔1614米。哎呀，这里还不是最高的啊，还要爬到那个东峰才是最高呢。从这里爬上去还得2、3个小时呢，毫不费力，现在就到了北峰了。这里拍照的人很多啊，有一个华山论剑的石碑可以拍个照。金庸华山论剑啊，这个是西峰，这个是东峰。东峰看日出，西峰看日落。中间是那个南峰，它的形状像一个元宝啊，所以叫元宝山。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全景啊，这里也是华山那个宣传册上拍照的位置。现在要顺着这条路到对面的东峰去啊，正好这里有一条路，先从这里下去。这路确实有点陡啊，要抓着两边的铁链子。这上来容易，这下的时候确实还不好下呢，不好下，一定要抓紧。哎呀，下的时候你看看，这真的是垂直的，90度的啊！哎呀，还好不是很高啊，我这样转过来下吧，转过来这样下。哦，这样就方便了嘛。哇塞！华山果然名不虚传呀！
今天天气不错啊，挺风和日丽的，也不怎么冷。这个是北峰上面的住宿啊，晚上可以住在这里。山上也卖很多饮料之类的，方便面。哇，还有鸡蛋什么的啊，肉夹馍，还有各种饼。坐索道上来的还没饿呢，如果是爬山上来的话，就要在这里吃点东西补充下能量啊。现在我继续走。这里有一个北峰顶的石门，可以在这里拍张照纪念一下。这山顶上小卖铺还挺多的啊。再往前走就到了插耳崖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块石头啊，就是你要贴着它紧紧的走，感觉要把耳朵插上一样，所以叫插耳崖。就这窄窄的一条路，我看能不能插到耳朵啊！我的耳朵，哎呀，我去，现在要走这条路了。这个叫直上云梯，垂直上的啊，这条比较高一点，我试一下。哎呀，完全是仰望，手抓紧这个铁链。哎呀，这两条路呢，旁边一条，我这里一条。这老年人不能走这条路啊！哎呀，上去以后是个大石头。山上这块巨石像一个大象一样啊，这个大象那个小象，所以叫母子象。因为它上面有两个洞啊，一个像太阳，一个像月亮，所以又叫做日月岩。华山是一个道教名山，这里有王母宫、三元洞，也是供奉道教神仙的。走到苍龙岭了，这是登天云梯。苍龙岭是华山第3险啊！看，就从这里一条路走上去，这两边全是悬崖，只有中间这一条路。这边悬崖，这边也是悬崖。幸好这两边有栏杆的，不然的话，谁敢从这里走呀？栏杆高一点可以保护一下。从这下面看看，窄窄的一条路，而且这个栏杆很凉的，手往上一砸都冷死了。冬天来爬的话，最好戴个手套。啊，那个就是北峰，从那里走过来的。这里只能一手的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地方。据说唐朝时候那个韩愈走到这里就没有路了嘛，就把他吓得回去了。哎呀，这就是韩愈投书处啊，因为太吓人了，把书都丢了。这就是华山的这个苍龙岭啊，华山第3险。看看冬天的华山啊，看这个大绝壁，这个落差相当的高了啊，雄伟壮观。马上就到顶了啊，在这儿休息一下。然后前面呢也看到一个冰瀑布，完全被冻住了，这瀑布流速那么快的水都能被冻住了。这里又有一个天梯，一路上这是看到的第3个了吧？这种直上直下的。我们走这边，确实很陡啊。走到金锁关了，到这里基本上爬了有4/5的路了吧。然后这边上呀挂了很多红布条，起伏的啊，然后有很多的锁。如果是情侣爬山的话，就可以在这儿挂一个，情比金坚的意思。也可以祈求平安健康，主要是讨一个好的寓意。然后这个山的对面啊，有一个仙人，大家看啊，对面这个山，你看这里是人的头，这是他的鼻子、嘴巴、眼睛，
他的肚子在这里，然后脚在这里啊，这是一个人躺在这里，像不像呀？旅游秩序，请勿随手。这金锁棺的后面挂的才叫个多呢，看看这个锁和红布条，这是有多少人挂呢？然后从这里开始啊，就行了。假如这边是去东风的，这边是去西风的，我先去西风啊，吃个苹果吧。补充体力呢，还能减轻重量啊！看这边上全是雪，今天大太阳，天气很好。再吃个面包，在山顶吃东西就是香啊，真好吃啊！这就是上西峰的路，哇，挺长的一条悬崖边的路，这两边也有栏杆。看看这栏杆外面啊，都是悬崖绝壁。西峰这边啊，这悬崖是最高的，那里就是西峰大索道，120的那个索道票啊，单程120，比北峰贵多了。这山上还有一个劈山救母的故事呢。你看这块大石头，本来是一个完整的，好像被人用斧子从这儿劈开一样，所以叫做斧劈石。这是陈山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甘肃的敦煌，今天到著名的莫高窟去参观一下。就是我后面啊，我已经买好票了。这个地方要提前在网上预约好的，你现场来了是买不到票的。全价票238。现在跟我进去看看里头好不好玩，走。请大家按照这个是票价啊，全价票238，看外国人更贵，贵20块钱。然后优惠票是148。这边是优惠的一些条件啊，网上订好票还要在这边取纸质的票呢，拿纸质的票才能进门。今天敦煌是扬沙天气啊，那个风沙比较大。进来了，看它这里有2个通道，一个是易控票，那个通道是190，这边是全价票，这边比那边啊多看了2个电影。好多人呀，进来以后自己选座位。第一部电影看完了，现在看第2部电影。
这是个穹顶电影啊，但是不能拍照的。为了避免影响它，看完电影，现在要坐大巴车去景区里面参观石窟了。刚才电影啊，主要是简单讲述了一下这个莫高窟的一些情况。开车了，从这边去莫高窟景点还要14公里呢，沿途全是这个戈壁滩啊。今天风沙比较大，外面雾蒙蒙的。说实话，刚才那2个电影啊，看得我有点昏昏欲睡，有点打瞌睡了都。坐了15分钟大巴车，现在到了，就在河的对岸呢，那个山坡下面。这个叫大泉河，但是现在河水全部都干了，光剩下河床了。还对面的山上好多那个一个一个的石窟，现在走过去参观吧。石窟就在旁边呢，这里面好多导游呢，进去蹭导游吧。游客也比较多，我们是下午来的。这里为什么叫莫高窟呢？因为它这个石窟开凿在这个沙漠的边缘这个最高的这个山上，所以叫莫高窟。还有一种说法是说，这个和尚嘛，他们最高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德呀，没有比这个开凿石窟更高的修行了，所以这里叫莫高窟。进去看一看。他这个凑一波人啊，就有一个景区内的导游带着一起进去讲解，差不多20个人左右吧。转着一圈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，但是这个洞窟里面不让拍照，只能在这个外面拍一拍啊。这一波人被导游带着去那边转去了，然后我们这一波人是往这边转。他每个导游只会带其中几个点啊，就是一次转不全，每个导游走的路线都不一样。这个石窟门口排队是最长的，里面是释迦牟尼涅槃80岁圆寂的那个雕像，就是这个。进去是不能拍照的，这个是这里的照片。进去看这个，这也是导游带着参观的最后一个石窟了。这里面的导游啊，其实并不是固定的，你可以跟着这波人，也可以跟着那一波人，但是每一波人呢，他看的石窟是不一样的。这边的石窟确实很密集，你看一个门就是一个石窟，这么多门呢。看这个石窟开凿的层层叠叠的，好几层，这个先后1000多年的时间呢。最早呢是北魏那时候开凿的，是366年，到现在1600年了。这边的石窟一共有3层呢，导游带着只是在第1层上转呢，然后看完了以后可以自己爬到这个2层、3层上去转一转。现在我就从这里走过去。现在这些楼梯啊都是后来修的，之前的已经被毁坏了。然后这每一个门里面都是一个小的石窟，现在都锁上了。我们买票进来只能参观8个石窟啊，这个导游都有这个钥匙的，自己是进不去的。先是看了数字电影，然后又跟着导游在下面转了一圈，现在大体上对敦煌有一点认识了。自己再沿着这边再转一转啊，再接受一下这个熏陶，还是不错的。听完导游讲解，不要着急出去啊，出了这个栅栏就再进不来了。可以到这个2层、3层上去转一转，拍拍照之类的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体是分2种的，下面这个明显就是后来修过的，那上面的呢才是这个山本来的这个样子啊。这个是沙砾岩，它这个岩石有个特点，就是不适合开凿这个石窟做这些佛像啊。它这个洞窟里的佛像是怎么做的？都是用那个木头架子先搭出来这个人形，然后在架子上糊泥巴，然后在泥巴上呢做这种光滑的这种，然后在上面再彩绘，这样形成的佛像。然后从这个洞里面看一下，外面是做好的这个光滑的，里面是这个稻草啊、芨芨草呀、各种皮毛，然后把它做的。最里面就是这个沙砾岩，这都是沙子呀。这种沙砾岩它非常不稳定的，
风沙刮过来呀，就是容易毁坏。整个石窟有上中下3层啊，这个下面的一层呢，历史上好多时候被风沙淹没了，或者是旁边有一条河，那个河流涨水的时候，就把最下面这层淹了。然后最上面那层呢，看现在还有好多那个壁画，那个是北宋时期的啊。这个莫高窟呢，它是南北方向的，然后坐东朝西的。为什么要开凿这个石窟呢？就是汉朝时候，汉武帝那时候啊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汉武帝派人打通了这个河西走廊了嘛。敦煌作为这个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点啊，就是人货都在这边交流，慢慢的这边就繁荣了嘛。这个印度的佛教呢，也传入这一边了。这个就是莫高窟的那个牌楼，很多人在这里照相的。现在到了整个莫高窟最伤心的地方了，就是面前这个石窟。这里面呢，以前有一个王道士啊，他在里面整理这些文物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夹层，那夹层里面有个藏经洞，洞里放的5万多件那个文物，结果呢，有4万多件都被他贱卖了，卖到国外去了。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俄国、美国这些国家的人来这里，把4万多卷这个文物都带走了，带到国外了。而且这些外国人呢，连里面的壁画也不放过啊，沾上胶水，把壁画都沾走了，真是太可恶了，越看越生气啊。然后整个莫高窟呢，从这个藏经洞开始一分为2，往南的这个石窟里面基本上都有佛像、壁画之类的呢，往北边那些洞窟呢就是空的，就是给那些和尚啊住宿的地方，所以这里分开了啊。北边有700多间洞窟，南边有400多间洞窟。我们今天来参观呢，都是在南边这个区域转呢。这个红色的楼叫做9层楼，这个是莫高窟里面有最高的一个雕像啊。这个本来最开始的时候是4层楼，后来呢又加到9层了。里面放着一个莫高窟最大的雕像弥勒佛。这里面的雕像就是直接开凿这个山体形成的啊，其他这些小的洞窟里面那个佛像呢是木质的骨架，然后这个大佛呢就是直接开凿出来的这个实心的泥胎雕像。这个9层楼现在是莫高窟这边标志性的景点啊，这里面的佛像呢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，是一个女性化的佛像，它其实就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来修的啊。然后现在是夕阳西下嘛，这边这个山的后面，现在太阳就在这个山的后面呢，从这里看过去是不是有那个阳光，是吧？有点神圣的感觉了。它人工营造出了一种神圣的这种景象啊，就象征着武则天的这个皇权至高无上啊。哎呀，真是太巧妙了啊。你看这个角度把太阳挡住了以后，这里就有一个光圈，如果调整好一个角度的时候啊，这个光圈就会出现在这个楼的正上方。莫高窟转完了，全程花了4个小时左右，我听了好几波导游的讲解呢。朋友们，看我到哪了？天下第一关啊，山海关，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，西到嘉峪关。我现在就在长城的起点山海关这里呢。哇，历史课本书上啊，大名鼎鼎的山海关就在我眼前呢。除了这个关，就到东北了啊。历史上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里。咱们今天进去转一转啊，门票50块钱。这个门洞子真深了呀，10几米呢，感觉比西安城墙还深呢。哇，触摸一下历史啊，这城墙这都是历史。现在是旅游淡季啊，人不是很多。这登城墙的这个可以走马的，古时候人家骑着马就上城墙了。城墙上面相当开阔啊，可以并排走好几匹马呢，堪比西安的那个城墙。它这城墙转一圈4.6公里。
登到城墙上来了啊！天下第一关这个牌匾啊，哇，在这里我要拍张照的。最早这个地方是朱元璋时期啊，朱元璋命令那个徐达建造的这个山海关，为了防止那个蒙古的军队的侵扰，到这里头去看一下。正中间也有一个这个大牌匾，然后这里有楼梯是可以上去的，但是它现在拦住了。这个地方发生过最有名的事件，就是明末那个吴三桂投降了多尔衮啊，带领那个清军入关，打败李自成。这是当时士兵穿的那些作战的衣服。关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最中间有幅地图，哇，看一看这个山海关的地势啊。北边是那个燕山山脉，这边是渤海。你看这里就是山海关这个城楼了。他在这儿修了个长城啊，你看这个长城都修到山里头去了，这边呢修到海里头去了。这个就是老龙头，老龙头比较有名，一会儿过去看一下。它这个城墙就修建在正中间的位置，这边是关内，长城外面是关外，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啊，就是这里。当时镇守山海关的总兵就是吴三桂啊，他不是投靠了清军了嘛，领着清军入关了。这个地方为啥叫山海关呢？因为它一边临着大山，一边临着大海，所以叫山海关啊，就是名字这么来的。在这城墙上走一走，遥想一下当年的历史啊，可以看到远处的燕山山脉，长城都修到山里头去了啊。理论上来说，沿着长城是可以走到北京去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实践过呢？这个就是古城里面了，现在还是保留着这种明清时期的建筑。古城里的景色挺美的呀，看这两边，地上是金黄的叶子，树上还挂着灯笼，两边是各种商店啊，卖一些土特产啥的，古色古香的感觉。走到钟鼓楼了。它在整个古城的最中心位置呢，西安最中心也是一个钟楼，跟它是一样的布局。这里一口钟，这里是一面鼓，所以是钟鼓楼，晨钟暮鼓。咱们上去看一看去。这个楼的中间是通着的啊，东南西北4个方向都通着呢。哇，四通八达的方位，各自通向一个城门对应的。这就是那面鼓了，旁边是钟，晨钟暮鼓啊，敲3下。哇，古代战争的那种感觉马上就来了。可以看看古城里面的景色。然后这个是2层的小楼，吉星高照啊。看看这里面有啥，供奉的一个玉皇大帝啊，感觉是。就是这样了，简简单单的。2楼不通啊，打开看看吧。敲一下钟，敲3下啊。这上面视野不错啊，领略一下古城的景色。这里还有个打糕的呢，这个是姜糖糕。手工捶打，是不是以前也是这样打的呢？保留下来的。这有个银杏树，好美呀，叶子全都黄了啊，可以和远处的钟鼓楼同框拍张照。现在来山海关，季节正好了，不冷不热啊，满地的落叶。这有个非常气派的门楼。镇东威远，这个地方是总兵府，以前那个吴三桂办公的地方啊。镇东就是镇守东方，威远就是吴三桂的名号。看前面这里就是总兵府的大门啊，以前是这一片最大的长官办公的地方，背靠着大山啊，现在关闭了。这还有个闯关东主题园呢。
电视上演的那个闯关东，就是指的这里呀。关就是指的山海关，就是山东那边的人啊，就是活不下去了，来这里闯一闯啊，闯关东。我们山西呢有那个走西口，南方广东那边是下南洋，每个地方的人活不下去啊，就得挪一挪位置，去外地背井离乡讨生活呢。树挪死，人挪活啊，本地活不下去了，就换个地方混。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3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这就是李白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时候写下的诗啊。进去看一下，这里现在已经是武汉的地标了，每一个来武汉旅游的人都要来这儿看一下啊，不来这儿就相当于没来过武汉似的。看这个人有多少啊！现在是免费期间，免费参观啊！很多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诗句。上楼的话要在这边排队啊！现在免费期间人非常多，包括楼上也是人很多的。感受一下这个人气啊！已经进来了，正中间是一个壁画。那边是下来的，这边是上去的，上去看一下。上的最顶楼了，一共好像是5层嘛。这里本来是有电梯的，但是现在没有开啊，游客实在是太多了。在最高层转一下，最高层里面是这样的，很大的一个壁画，这里面空荡荡的。在这里看一下长江，正对面这个就是长江大桥啊，上面是走汽车的，下面是走火车的，一桥两用，在这边就分开了。这个长江上啊，很长一段路都没有大桥的，你往那边看，所以以前的人，两边的人呢，全是靠轮渡、靠摆渡船沟通两岸的。当年毛主席也来过这里啊，毛主席来这里呢，还在长江里面游泳，游完泳以后，他写了首诗，他写的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，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，写的就是这个长江大桥啊。历史上的黄鹤楼被毁坏了很多次啊，各朝各代都有重修的。现在重修的这个黄鹤楼已经不是原来的地址了，原来的地址在长江边呢。后来修这个长江大桥的时候，把它给盖住了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古往今来，很多历史名人都来过这里啊，登高望远，写下很多有名的诗句。以前的黄鹤楼为什么会留下这么多诗句呢？那是因为古代的诗人啊，在长江边登上这个黄鹤楼，登高望远，他就会看到这个滚滚的长江水东去啊，就有一种时光流逝的感觉。诗人嘛，都有点这个有感而发，就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啊，他就容易写下这些诗句，就流传开了。现在这个黄鹤楼往后移了这么多啊，再登上这个黄鹤楼呢，就没有那种时间流逝的感觉了。朋友们，今天我登上黄鹤楼啊，看了这边的美景以后，突然间吟兴大发啊，诗兴大发啊，我也要吟诗一首。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哈哈哈哈！黄鹤楼这么有名啊，但是据说武汉本地人都不来这边旅游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像北京人不去长城一样，本地人不在本地旅游啊，都要去外地旅游。就像很多西安人，他也不去兵马俑啊，广州人也不去广州塔呀，像我太原的也不去双塔寺啊，一个道理吧。
中国有3大名楼啊，黄鹤楼、岳阳楼和鹳雀楼。黄鹤楼被称为中国第1名楼。黄鹤楼是建在蛇山上面的，看一下黄鹤楼的后面，这里有个敲钟的啊，敲9下是30块钱，寓意的长长久久。我去敲一下啊。这么大的钟啊，就靠这个吊着，这承重很厉害啊。财运亨通，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。五福临门，66大顺，有力7星高照，好，8面威风，好运长久，好。在这个黄鹤楼的后面还有一个小楼，我现在就站在这个小楼上看黄鹤楼啊。这个长江边上呢有2座大山，那边的叫龟山，这边的叫蛇山。这个黄鹤楼就是建在这个蛇山的山头上的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正是因为这个蛇山上建了黄鹤楼啊，所以现在这个蛇山啊、龟山跟的也出名了。毛主席有个诗词啊，叫龟蛇锁大江，就是写的这2个山。游览完黄鹤楼，可以去下边的长江，坐长江游览一下，在江上面欣赏一下武汉的风光。坐船的话呢，就在这里上船，这里是个码头啊，很多的摆渡船，从这里坐船到达那个江汉路步行街，只需要1.5块啊。这个是户部巷旁边的天桥上啊，哇，站在这天桥上，有个角度正好能看到黄鹤楼，这夜景太美了啊！这灯光，只有这一个位置可以看到，我也是无意中看到的。一树红花照碧海，一团火焰出水来。珊瑚树红春常在，风里浪里到少林寺了，朋友们，少林文化人类遗产，在牌坊这里拍张照，嵩山少林禅宗主庭。哎呀妈呀，今天这地方人超级多的，看这个附近多少人，又不是周末，也不是节假日啊，一大早就这么一大帮子人，而且今天好像是有什么活动呢，这里有很多那个学生，估计一会儿有表演，看都穿着这些武术的衣服，那房顶上都站着人呢，看那里站着这么些人，不怕掉下来吗？估计有表演呢，我等不上了，我先进吧。哦，这个是塔沟武术学校的那个表演啊。这个景区很多老外的，看到好几个老外的团了，老外都很崇拜这个武术文化吧。少林寺门票80块钱，直接刷身份证进啊。从游客中心检票进来到少林寺这个门口啊，还有1.5公里。这里可以坐观光车的，15块钱单程，然后也可以走过去啊。这旁边就是那个塔沟武校，很多学生在里头，一会儿他们就每天都练武呢。这里有个平台，可以看到他们练武啊，好大一个操场，这么些人呢，哇，这练武的学生真挺多的，这都10几岁的小孩在这里。这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吧？有钱人家的孩子舍不得来这里吃这个苦吧？天下第一名刹，禅宗主庭，武林圣地。哇，后面正在练的这是什么武器呢？这甩鞭子一样，这甩着呜呜的声音响。
这个好像叫九节鞭呢。这边是练沙袋的啊，这1.5公里不白走啊，一路上各种武术表演。哇，这个是真人啊，这个可以动的，还以为是雕像呢，太像了吧？这马路两边每隔几米就站了个人，刚开始以为是雕像呢啊，这都是真人。18罗汉同仁阵啊，都聚集到这里了。少林寺18罗汉，哇！哇，这个是练啥的呢？把这壶提起来，转啊转。你好，这小朋友还问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小心安全啊，注意安全。哇，你几岁了，小朋友？10岁。太厉害了，给你点赞。哇，这也来一个。走到少林寺那个正门口了啊，这里也有表演啊。今天我来对时候了，都赶上这个表演了。从这里看一看吧。哇，这里人更多。哦。注意队形啊！正对面就是少林寺这个牌匾啊，大门。哇，我从这个中间走过来，这两边这么多棍身啊，不会拿棍子打我吧？少林寺门口，在这里拍张照就可以进去了。应该说点啥呢？但是想不起来要说点啥了，就拍张照吧。今天现在里面的游客麻烦走快一点。还没进呢。进来以后，正中间一条通道，右边就是少林素斋，中午可以在这里吃顿斋饭。左边是少林药局，里头有跌打损伤的一些药。中间这条通道沿着往前走啊，这下面都是一排的莲花，这个就是步步生莲的意思。然后两边这个古树啊，古树参天，这个树上面是有那个什么，有很多的洞，看，那都围起来了。这上面的有一个一个的这个小洞，这都是他们僧人练功时候练一指禅，用这个手啊手指头戳的。这个树上的洞看得清楚吧？看，正好可以把手指头插进去，这么的才能练出来呢。这是古银杏树啊，距今1500年了。现在也是枝繁叶茂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山门了，上面有个天下第一主题的牌子，乾隆皇帝写的啊，但是真迹已经被烧了，这是后来又画上去的。门口有这个哼哈二将在这守门的呢，看特别凶恶的感觉啊。进来以后，正对面就是大雄宝殿，供奉的那个佛祖，这里面有很多的石碑。这是一个大乌龟托的石碑啊，这个好像叫碧玺呢。看这个狮子让人摸的都发亮了，都包浆了。摸摸这个狮子背啊，从头摸到尾，顺风又顺水。到了藏经阁了啊，哇，这里面是不是易筋经啊、降龙18掌啊都在里头的吗？这么重要的地方就开放了，现在中间是一个睡佛。那个经书都放在两边的那个柜子里头啊。藏经楼的后面就是方丈室，方丈住的地方啊。释永信住在里头啊，现在锁门的呢，他可能出去了。看方丈啊，这边的方丈好像是终身制吧，只要当上方丈，好像就一直不变。我看他都当了好几年了嘛，不换人的是吧？终身制。这个是少林寺最后一个殿了，西方圣人殿。这里面呢有看的就是下面这个坑儿，你看这个地上有很多的坑儿，这是少林武僧在这里头练武的时候剁出来的啊，用脚剁出来的。最后到少林寺的塔林来转一下，哇，这下面的佛塔非常多。塔林其实就是一片墓地啊。因为这边的高僧去世以后，
就埋在这里，埋的地方上面盖一座塔。去世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佛塔就越来越多了啊。这个佛塔呢，它是分等级的啊，一般是1层、3层、5层、7层，就是1357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你看7级的塔就是等级最高的啊，这个就是7级，这个是5级，前面这个是3级，说明这个人的功劳最大啊，他的功德最大。这规模挺大的吧？转完这里啊，整个少林寺就逛完了。下一个视频啊，带大家就爬后面那个少室山。